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29号，星期四。哦呦，今天的气氛不太对呀。咱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涉及到了一些明星的事儿啊，气氛很诡异。请容我先唱一首。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好，来看今天的标题啊，郑爽阴阳合同再翻车，张恒扔出重磅录音炸弹，那英、何炅、唐嫣等大量艺人注销公司，北京超市连卷袋收费，粮食不够用，军心不稳，反浪费法通过。别急，咱们一件事一件事的来说。郑爽前段时间因为这个代孕弃养的事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了，对吧？哎呀，现在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恒现在又爆出了猛料，要把郑爽一击毙命呢。爆出了郑爽一天收400多万，还偷税漏税。哎呀，郑爽真的是牛逼呀！那面具人这里也找到了这个事件的郑爽，包括郑爽父母他们本人的录音，等一下放给你们听啊。尤其是我标题中讲到了郑爽反共了，是不是？哎，我等一下要给你们放的这个料啊，在最后的部分啊，有郑爽亲自爆料的共产党和明星的黑金关系的内幕的。要面具人我来说呀，都不是好东西。我真的是，哎呀，觉得这个有钱人真可怕。那既然今天说到了这种有钱人的心态，无底洞，赚钱赚多少都不满足的心态，那面具人也想在节目的后半段就从心理学上面来探讨一下，人为什么会这么的贪？我们该不该跪舔意见领袖，跪舔富人？人性到底有多黑？我节目中也提到了猫神女士，等一下啊，面具人会在节目中给猫神一个客观的说法，和猫神谈谈心的。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好，开头面具人先说两句私事儿啊。我昨天的节目中，我还很生气的提到了某人给我扣黑锅的事儿嘛。哎呀，今天呀，猫神女士替我出气了呀，怼了那个给我扣黑锅的人。那这个事儿呀，令面具人我对猫神女士刮目相看。你看，为啥面具人我总说女权的节目呢？我也一直在强调，中国女人普遍比中国男人有种的多，中国男人有很多都是怂逼。哎呀，一个女人替面具人我这个大男人出头，我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呀。当然了，面具人我也不怂啊，你们也是知道的，我经常越级打怪。只是猫神的这波操作让我震惊了啊。那我也回应一下猫神，帮猫神说几句公道话吧。其实呀， ABC 先生和猫神女士的战争，我是参与的比较少的。猫神这波帮我出头的操作，令我感觉到了啊，猫神还是有格局的，比较大度的人。没有因为他和 ABC 先生的战争而株连面具人我啊。我通过他们俩之间的长期抗战来看啊，猫神和 ABC 都是硬茬有种的人。不论立场啊，这两个人的战斗意志是我所佩服的，有个性有种。他俩已经跳出了中国人欺软怕硬的劣根性了，他俩是遇强则强。猫神硬刚了好几个博主， ABC 先生也喜欢刚人，并且呢，这俩几乎没有跪舔过谁，没有那种咱们中国人是遇强则舔的奴性啊。那说到奴性啊，猫神也有自己的阵营，毕竟呀，在早期的时候，他阵营的人推广帮助过他嘛，有恩于他嘛，那猫神维护自己的恩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总比对自己的恩人落井下石要好吧。其实油管这1年多的超新星，从去年到今年能拼杀出来的也没几个，都不容易。猫神算一个， ABC 也算一个，这俩讲话啊还是比较立场鲜明的，敢爱敢恨的，没有说讲话手鼠两端处处留后门的那种状态啊。
他们都是一个字儿不服，就是干。面具人，我反正是服了他俩了啊，能干这么长时间。今天呢，我也希望双方的战争画下句号，前尘往事过眼云烟，莫再提及。二位大度的放下恩怨，那猫神也算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中豪杰，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转变的，粉丝也能看在眼里，二位化干戈为玉帛，我相信二位的粉丝也能很宽慰的看到二位不再纷争了，毕竟这是人性的大度光辉嘛。这样呢，也有利于二人的人设和形象的树立。双方的实力都是可圈可点，如果你们能够给对方一些宽容，帮助对方，这对二位也都是有好处的，对二位呢也都是一大助力。相信二位日后能够为华人提供更积极的节目，让华人变得心态更好。咱们没必要因为个人之间的误会和矛盾走偏了，不死不休，对吧？我也在尽力的化解仇恨。你看，猫神的颜值也还是可以的， ABC 先生也挺勤奋的。我希望二位能够成为互相的好帮手，不至于二人互相斗个你死我活。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且看他们后续的表现吧。我也是最后一次调解你们之间的矛盾，如果你们二位还想这样没完没了的互相攻击下去，互相恶化下去，你们觉得这样对对方有好处的话，那你们就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尽力消除二位，尤其是猫神的负面影响。观众朋友们，以后在我的频道中不许骂猫神了啊！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不容易。猫神呀，面具人，我也说个公道话 ，ABC 先生还是挺讲道义的啊，他不会说是对别人干什么龌龊的落井下石的事儿。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当然了，猫神也是有女子豪杰格局的人，你们之间呀应该向前看，能做朋友何必要做敌人呢？面具人，我也相信你猫神这点格局应该是有的。总之呢，面具人，我的诚意是有的。好，咱们来说正题啊，先来说说郑爽最近又被爆出来了，一天收了400多万还要偷税的事儿啊。其实吧，前段时间呀，郑爽搞代孕弃养的这个事儿已经引起众怒了，戳破了很多人们的道德底线。但是，因为郑爽推广代孕有功，国家对郑爽的这种道德层面上面的问题就既往不咎了，甚至呢还带节奏洗白郑爽。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你不侵犯党的利益，道德再怎么败坏都无所谓。共产党里面的这些高官有几个讲道德的，对不对？人家一个小小的区长都能包养100多个二奶，对不对？这都无所谓，党都是默许的。那如何才会惹怒党呢？很简单呀，大家想一下，就是古代的那些宫女呀、太监呀，平时干啥都行，但是他敢偷主子、偷娘娘的东西，一般被发现了都是死罪，对吧？郑爽的洗白之路戛然停止了，现在再度翻车，甚至还有坐牢的风险。原因就在这儿，他偷党的钱。你们看嘛，党给他当明星，捧他，让郑爽挣大钱。可是郑爽他本人呢，居然还敢偷税漏税。说白了，老百姓也不能忍，党就更不能忍了呀。我扶持你赚钱，然后你赚到了钱了以后还不想给我分，大逆不道呀！这个事儿呀，面具人这里还整理出来了一个懒人包，给大家听一下啊。内容丰富，信息量巨大，来听一下。我知道了，你看看你这文字能撤回不？能撤回，你现在马上撤回。行，我知道了，以后尽量有一些东西不用文字啊。完了，有一些关键的事我们可以打电话、语音电话说。忍无可忍，在4月26日爆出猛料，并且直接艾特了国家税务总局。爆料以微信聊天记录的录屏为主，主要描述郑爽家人对于郑爽片酬和税务问题的讨论。事情的起点出自郑爽新剧《倩女幽魂》的片酬问题，剧方提出的女主片酬为1.5亿，
但郑爽对此不太满意。倩女幽魂郑爽想涨价，原合同额 1.5 亿，郑爽想涨到 1.8 亿。爽爸觉得原合同额 1.5 亿就不错了。现在我觉得要是那个那边能保证 1.5，能保持这个原有那个合同额，那也相当不错了，说明他真的挺认可爽。这事儿也要跟爽做工作，因为 1.8 不是现在，就以前 1.8 也很吓人了，也很多了。这个形式我觉得那么的有点风险太大。爽妈也觉得 1.8 亿有点狠，希望郑爽见好就收。爽妈表示让他谈 1.8 亿都不知从何下嘴。最终以 1.6 亿谈定了郑爽的片酬，但在2018年发布的娱乐圈限薪令规定，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能超过100万元，总片酬含税不能超过5000万元。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爽妈开始研究阴阳合同，逃避限薪令。爽妈研究阴阳合同，咱俩聊一聊，就是我要开公司，然后给爽，这不说爽现在有4个合同吗？等着那个有的就要走合同了嘛，然后我都问的很详细了。我跟你再研究一下，你方便时候给我打吧，打语音电话啊。倩女幽魂阴阳合同，为了应对广电限薪令，将 1.6 亿拆分为4800万的片酬，加给某公司的 1.12 亿增资款。1.6 亿最终拆分为4800万片酬和 1.12 亿增资款，片酬和阴阳合同全部谈妥。1.6 亿的片酬和77天的拍摄周期，相当于郑爽一天就能拿到200多万。郑爽在拍戏期间也一直催款，拿了钱不想着好好拍戏，还打着自己的算盘。郑爽拍戏77天，实际片酬 1.6 亿，每天收入超过200万。郑爽催款，拍戏过程中，郑爽一直催着张恒去要片酬。爽妈为女儿这 1.6 亿的片酬跑前跑后，终于得偿所愿，还跟准女婿张恒吐槽起了限薪令，做贼心虚的嘱咐准女婿，以后讨论片酬要多加防备。爽妈觉得演员这个行业现在特别不好干，因为国家不让片酬超过5000万，所以说现在这个行业内特别不好干，真的就是超过5000人就给你秋后算账，所以现在国家就属于玩赖，就很不好整，你知道吧？爽妈的教学时间，对，就是这边吧，反正你就记住吧，以后就包括给爽聊一些这些事儿啥的，就是万分小心，就是包括一些敏感的这个词儿啊，比如说片酬啊、数啊等等啊，都不说，就是也绝对也不搁微信里说，也不给那个拿汉字说，就是聊天的时候，或者是用语音电话聊的时候，大概的说一说，也别把什么万呢千呢说上，就是比如说1点几或者是4000几这就行了，就不说那么详细。1.6亿片酬相继到账，爽妈又开始计划着规避税收。阳面合同的4800万按个人所得税需缴纳 45%， 而通过成立工作室和公司签约艺人来规避税收，只需缴纳 20%。这在娱乐圈内是很常见的方法。倩女幽魂 1.6 亿片酬陆续到账。张恒现在那个这边那个7500啊，95%都已经打到我这边的这个账户上来了，还差5%，我估计他们可能也就赖掉了。现在正好是375万嘛，完现在就差的是那个爽那个个人的4800，现在还差我们1300。说这4800要开什么个人所得税，但是那个个票不划算。完了看了一下，因为要40%多，我要是用崔三文，然后以爽是我公司的合作艺人，就签约艺人呢，就20%那样吧，21%那样的税就不多了。而阴阳合同的另外一份阴面合同，通过爽妈控股公司的增资款走账，只需缴纳5%的印花税。在郑爽事件爆发后，迅速更换了企业法人。
上海金燕莎是上述 1.12 亿的收款公司。郑爽事件曝光后，于今年3月变更了法人与全部股东。郑爽的阴阳合同到此流程结束，从谈定片酬，通过阴阳合同走账，之后再规避税率，变更企业法人。郑爽在限薪令发布的1年后，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 1.6 亿的天价片酬。之后就是张恒对郑爽人品的吐槽：轰动3尺非一日之寒，伪造机票骗取报销，舍不得花钱给狗看病，要把狗遗弃，因为觉得去医院治病太贵，所以打算把生病的小泰迪装鞋盒里遗弃。自曝在超市吃东西从来不结账，郑爽表示从来没觉得在超市喝完东西不结账有羞耻感。这也等于是营销自己嘛，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大方，因为你想啊，这钱毕竟也不是说进自己口袋的，也是进公家的。伪造机票骗报销，钱给宠物看病贵，抛弃小狗，自曝在超市吃东西不结账，用公款营销自己大方的人设，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天能赚200万的人。最后更是爆出惊天猛料，各位观众自行领悟。前方高能。更的知识。易爽看上去很多，其实你只需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找一个月薪5000的工作，干到现在就可以赚到了。听完了吧？尤其是这个聊天内容当中，郑爽说的最后一句话啊，我节目标题中也讲了，郑爽反共了。郑爽说自己赚钱是在帮共产党洗钱，还是要把这个钱上交的。哎呀，这个话妥妥的是道破天机了呀。其实呀，中国的这个官商勾结就是这样的，领导审批电影，让你拍电影，然后呢，各路的企业呀、赞助呀，就在这个电影里面注资打广告，然后呢，国家给你广告档期，国家给你安排院线档期，国家给你流量，这个钱等于直接就是从空中拽下来的，因为这些官僚掌握整个市场资源的调配呀。所以呢，这个钱就是白白赚来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听他们调配和控制的嘛。我们看到了郑爽一天几百万的赚啊，一个片子赚几个亿，其实呢，这个钱也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吃得下的。郑爽自己和他的朋友的聊天记录也显示了，他是在给共产党背锅，等于说是这个偷税漏税也未必是郑爽一个人的行为嘛。哎呀，这话说出来，妥妥的是大逆不道呀，赤裸裸的反共呀。不过呢，这些都不重要了。面具人想在这里说一下啊，对富人收税的重要性。富人权贵垄断了社会资源以后，他们赚钱的难度和这些底层没资源没路子的人赚钱的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累死累活干一天，可能还没人家富人在家里面躺着赚的钱多。蜘蛛侠不是还说过，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可惜呢，那些只是童话电影里面的美好愿景。事实上呢，力量是需要制约的。你看这些人一天赚个几百万几千万，一天就能赚人家一辈子赚不到的钱，这些钱呢是远远足够让他们丰衣足食的，可是呢他们还要偷税漏税。你说他偷税漏税干哈？对不对？不会把这些钱拿去救济社会救济穷人，为啥不呢？事实上呢，这些人啊，他多出来的钱，他宁可烂掉，放在那里放臭了，他也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就是那句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人的本性。而且呢，在一个没有法治啊，法庭信息各方面不公开，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任何的更隐蔽的黑箱操作，更隐蔽的不公平的操作，那是100%肯定会发生的。人呀，如果在后天无法有良好的合适的教育的情况下的话，每个人他都是自私贪婪邪恶的。
所以呢，大家不要听什么，哎呀，给富人减税呀，给富人减税了以后，富人就有钱帮助穷人了，就有钱为社会做贡献了。这是吴建民的原话啊。那面具人，我说这话你信不？你说你自己一天穷逼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信用卡房贷欠了一屁股的，你都穷得不行了，你还要操心给富人减税，你是不是贱呀？人的自制力、自控能力都是有限的，可是呢，通过渠道赚钱那可是无限的呀。人的贪念也是无限的，所以说用有限的自控力和无限的金钱来做类比，是完全不公平的对等号，对不对？全世界的贫富差距都在拉大，有钱人更有钱，穷人更难赚钱，这是普遍现象，世界通用。那这个也涉及到了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这个范围说起来就非常大了，这里就不详细赘述了，你们只用知道人的自控能力是有限的就行了。郑爽这个事儿啊，面具人我再预判一下啊，郑爽只用把该补的钱补上去就完了，应该不会出现啥大问题的。这个事儿呢也不能深究，深究下去牵扯的明星和官员就太多了，容易出乱子。这个事儿呢最后也就是补差价，然后呢不了了之。不过呀，这类事件已经开始暗流涌动了，扩散开来了，引起了一些蛋疼的连锁反应。各路明星大神官员现在都有动作了，而且呢是统一行动。多名演员工作室注销了他们的公司，邓超、唐嫣、魏大勋都注销了。4月28日，有网友发现多位明星都已经注销了他们名下的工作室，娱乐圈似乎将迎来大震荡。事情的起因是魏大勋名下的2家影视工作室都在4月26日从存续变更为注销，而注销的原因写的是其他。这2家工作室都成立了有一段时间了，一家呢是成立于2016年，一家呢是成立于2018年。不仅注销了公司，魏大勋前几天还从一家房地产公司撤股了，这让网友们的好奇心就更加的严重了。这不扒不知道，一扒吓一跳，网友们发现将近有几十位艺人的工作室都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注销了，比如孟美岐、吴宣仪和朱正妍等人气流量明星。3月29日，黄磊和何炅参股的某企业注销。4月13日，那英持股51%的公司新增注销公告。4月14日，唐嫣和文章的工作室都变成了注销状态，就连赵本山和邓超的公司也注销了。那这些明星的公司纷纷注销呀，哎呀，看来背后的这个暗流涌动不简单。那你说这些明星的公司都注销了以后，会少了很多洗钱工具呀、洗钱公司呀，对不对？为啥呀？中国的政治真的是深不见底呀，咱们只能判断。你想嘛，涉及到了几个亿、几千亿这么大利益的事儿，你谁都摸不到底儿的。面具人，我个人认为啊，依我对共产党的了解，其实这些明星还有一些通过文化产业赚钱的官僚们，他们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啥？因为数字人民币就要出来了呀，这个玩意儿的威力可大得很呢，对不对？它可以控制所有的涉及钱的环节，只要涉及钱的环节，它全部都能监控和控制，还有冻结，精细化操作。以后呢，就是只有皇族贵族有钱，皇族之外皆为奴才。你们这些明星呀、地方官员呀，开个屁公司呢？唱歌跳舞，给我红好韭菜就对了，钱都是我们红色贵族的。反正共产党也吃准了，这帮什么企业家呀、明星呀，这帮奴才没有一个敢造反的。同时呢，为了保证宣传口的安全性，防止某些明星不听话了以后，利用自身的名气和公共发声渠道来说党的坏话，造成社会不稳定。你们仔细观察啊，近7、8年、10年来，几乎所有的新出来的明星都是红3代、红4代，全部都是红色基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哎呀，用屁股都能想明白。你的儿子会造你的反吗？你的孙子会造你的反吗？每个人肯定都是要维护他们红色家族的利益的呀，对不对？可是外人不一样，外人就有变数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啊，近几年你几乎看不到草根明星了。好，这是明星的事儿，也没啥深究的意义啊。中国的这个圈子以后会越来越封闭。来讲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北京市点对超市连卷袋收费，就是那种很薄的，用来装个辣椒、装个生姜、装个什么蒜的那种卷起来的，一抽出来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那种。现在呀要收费了，国家给出的理由是，你们来看这个视频。据北京市发改委和生态环境局的调查，自北京限塑令去年实施以来，已有近70%的市民主动自带购物袋购物，但在超市中有过量使用连卷袋的现象。不久前，记者在某超市发现，一些居民将连卷袋撕下后装入口袋，并且没有用于商品包装。在另一家超市，一对老年夫妇在短时间内多次去撕连卷袋装入衣服口袋，最后带出超市。这个塑料袋使用率急剧的在下降连卷袋的使用率要高了。现在各个超市都这特点，有很多顾客他知道那个塑料袋价格比较贵，收费了环保的，他们很多都是从里边撕的。针对出现的问题，北京市发改委、生态环境局日前发布《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1年度工作要点》，对今年的限塑工作提出了8个方面、35条具体要求。其中规定，部分连锁超市将试点对塑料连卷袋明码标价，在商品价格外单独进行收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集贸市场率先实施塑料购物袋集中购销，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周对全市塑料污染治理政策落实率开展随机调查，并按月形成调查报告。开展辖区内塑料购物袋、塑料吸管、塑料餐具、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生产企业摸排，动态建立生产企业台账，试点对部分重点单位建立用塑报告制度。此外，还将培育专业从事塑料废弃物回收的市场主体，探索打造商业模式回收试点。针对机关、学校、社区和家庭，开展4类减塑创建活动，并加大针对违规生产和销售塑料制品等行为的执法力度。据了解，自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去年底出台以来，北京市塑料购物袋销售量平均下降了35%，大型连锁超市和餐饮企业陆续淘汰了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快递网点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95%以上，绝大多数的星级宾馆也做到不主动提供6小件。针对这个事儿呀，面具人我就不过多评论了，有利有弊。新闻中说的偷拿塑料袋的事儿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你因为只有某些人是偷拿塑料袋而去对所有人都收费的话，面具人我个人是觉得对那些没有偷拿的人不公平的，因为这个玩意儿本身不值钱，它本身就能囊括在超市的利润中的。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看啊？你说这个收钱，谁偷拿你找谁收不就对了吗？你对所有人收，难免有割韭菜的嫌疑，对不对？各位怎么看？可以留言，咱们点评一下，咱们百家争鸣一下。哦对，无独有偶，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29号表决通过了反食品浪费法。这个浪费法规定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反食品浪费法。看共产党多急的，公布之日起就要立刻执行。公务活动用餐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光盘行动消费者点餐可收取垃圾处理费。商家诱导、误导超量点餐，最高可罚款1万元食品生产经营者浪费费。最高罚款5万元制作、发布、传播暴饮暴食的节目。就是你什么吃播呀啥的，你现在播了以后也会被罚款。看
卖家也要被罚款，买家也要被罚款。关键点就在于老百姓不能多买，商家也不能多卖，宣传者呢也不能宣传多买或者多卖啊。那这是双节约，多面节约啊。不要铺张浪费，面具人我是支持的。可是你说对整个市场这样干预，那你为何不从源头的教育抓起呢？对不对？小孩子的素质教育提升了，也省去了监管罚款的麻烦了嘛，对不对？教书育人多麻烦的，不如扣钱罚款，是不是？多给这些维稳人员增加罚款福利。关键点就是买家不能多买，卖家不能多卖，宣传者也不能宣传多买多卖。那这样就会造成整个资源给节省下来了，粮食资源不会过多的销售，把这个粮食资源最大限度的收紧，然后呢，节省下来的粮食就可以一带一路呀，用来去拉拢别的国家呀。对内呢，它也可以用来养军队、强军、建军嘛，维稳嘛，对不对？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超浓缩阶段了，底层的老百姓只会越来越苦，商家的生意也只会越来越难做。有同感的请留言打1啊。好了，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的心理学环节啊。为什么人赚再多钱都不满足？究竟赚多少钱这人才能快乐呢？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点赞订阅小铃铛哦。面具人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有6位数美金的年薪，再加上至少有一套房子，还有100万美金的流动资金，你还会不会想要更多的钱呢？可能有很多人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呢，跨国金融服务公司瑞士银行最近对富裕的美国投资者进行了调查，发现过了这个富裕门槛的人，甚至呢还有富有的多的人，他们当中有70%的人对自己的资产状况不满意。话又说回来，大部分的超级富翁都不满意的话，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该如何是好呢？数十年来的心理研究已经否认了金钱能买来长期幸福的说法，甚至有一项研究表明，彩票中奖者在获得大奖之后，最终并没有感觉更加满足。钱呀，还是无法解决各种各样的烦恼的。甚至呢，有些人越有钱，出现的稀奇古怪的烦恼也就越多，比如郑爽代孕、明星吸东西，这些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有钱人才有的烦恼。但是呢，大家都把这些烦恼归因于不够有钱。国际人权调查研究发现，阿富汗、朝鲜和美国人的幸福感都差不多。通过采访他们的老百姓，发现了，这块的人和那块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或者是都觉得自己不太幸福。综合下来，他们的幸福与不幸福的平均指数的这个反应都是差不多的。而这其中呢，美国人显然比后两者更加富有，可为何还是差不多呢？自由和民主还有财富使人快乐，但是呢，当这些东西不太普遍的时候，自由、民主、财富的重要性就会降低。人们也可以在灾祸中保持天然的快乐状态，因为一个人乐观了以后，从心理学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人只有乐观了，才能保持个体生命的存续。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焦虑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很容易终结自己的生命。所以呢，面具人我个人的心理研究总结了幸福感不是一种状态，幸福感是一种适应能力。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幸福感。正所谓知足常乐嘛，有钱人也会有烦恼，这也就是统治者很重视的驯化老百姓的方法。只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的原动力在于贪念、欲望。可是呢，通过愚化教育建立防火墙，就可以最大程度的灭人欲。这个人不会多想，
那这个人就不会产生由于欲望膨胀而带来的痛苦，因为他就没有这个概念。就像一个人没吸过东西，他就不会对这个东西上瘾，他也不会感兴趣，对不对？财富、金钱跟这个东西是一个概念。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越贫困就越幸福。在联合国最新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 中，富裕国家仍然占据主导，但是呢，富人经常会追求更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富人拥有更便利的交通、眼界、通讯方式，所以呢，他们的追求就会随着财富的膨胀一路扩大，而穷人呢，他们的这个范围就小许多了。富人容易出现心理疾病的概率也比穷人高。富人的社交圈子过度复杂且目的性极强，不像穷人穷大方，请客吃饭吹牛逼，今朝有酒今朝醉。穷人他也知道自己弄不到更多的钱了，就这样了，所以呢今朝有酒今朝醉，混吃等死知足常乐。而富人呢，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生活不顺认为是钱不够多，他们会无穷无尽地追逐财富下去。钱嘛，这玩意儿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开奔驰，我开法拉利，他开特斯拉，对不对？实在不行，我再开个镶钻跑车，够牛逼不？这是一个无限循环。你为了维持你的财富，你就必须在富人圈里面混。可是呢，富人圈里面永远都会有比你更富的，然后呢，你不服，你为了压过他，你为了更富有，你就要往更富的圈子里面混，更富的圈子里面又有更多的比你更富的人压制你，就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何时是头呀？习近平都闯不到头呀，川普都闯不到头呀，对不对？各种复杂的因素会驱动他永不罢休的。面具人，我想说，知足常乐，要从生活的点滴中感悟快乐和痛苦，找到平衡。知足常乐当然也不是说像朝鲜人或者红色贵族要求的那样无底线的吃苦耐劳凡事都要有个度。走极端是咱们华人最容易犯的错，一定要控制住这个极端行为，要在自己心中找到一个快乐的平衡点。我只能说，马斯克，你这个 IT 男，想的东西还真的是不够。我们这地方玩的是什么？玩的是《孙子兵法》，玩的是《三国演义》。先说说女二号吧，女二号就是没上台的那个孕妇。你们知道她的车是怎么撞的吗？她违规掉头，被执行的给撞了，全责，居然能要求退车，好吧。然后再说女一号，女一号他们的行程，他们到了上海之后，是全程由一个叫男一号的男的开未来的车主接送的，包括进车展坐的都是未来。那么是不是能联想到一点什么东西？因为我经常参加车展，第一天叫专业观众日，专业观众日普通人是进不去的，只有媒体和上下游的供应商能进去，第二天才能对普通民众开放。那么你为什么要选在第一天专业观众日去闹呢？明显媒体多，问题是你怎么进去的呢？那好，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如果各位有海外开户呀、这个转移资产呀、理财呀、家庭心理呀、情感方面的、育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面具人我的话，请看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留言区也有那面具人最近也在整理一些心理学的资料，为我日后的会员节目做铺垫。如果想要观看的，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敬请期待。好，我们下期再见。